个才是这个会谈让人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所以我说，今天美国连俄罗斯都可以这样赤裸裸的密谈，把乌克兰拿来待宰的羔羊。话锋一转，台湾摆上去，那不就 GG 了吗？乌克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旁边看；可是台湾的问题，我们既要关心，又有迫切的危机。两岸增加交流往来，创造一个平和的环境，真的大家会恐惧明天就会被统一了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个周末啊，最大的事件双普会啊，普丁会川普。很多人呢说，这个谈的这个逻辑很奇怪，谈的地点很奇怪，谈的时间很奇怪。第一个奇怪在哪里呢？时间非常的快，说见面，噗一下马上见面。第二个地点很奇怪，这个号称是在安克拉治见面，事实上是在这个空军基地见面，是美国最大的隐形战机空军基地之一啊。那这边列装的就是最新锐的 F-35、F-22。川普呢，甚至调了 B-2 隐形轰炸机啊，在美国也没剩几架了，在现场来做这个冲场表演。很多媒体记者因为太临时了，甚至没办法住宿，在营区呢有提供有限的床位呢，就是行军床，看起来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仓促。谈的形式也很奇怪，原本预计要谈6个小时3小时元首会，再3个小时3+3，后来呢改成3+3，直接谈3个小时。他们还在礼车上面谈了好一会。另外呢，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大家很少听到普丁用英文讲话，因为普丁这个人他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基本上绝对不在公开场合使用非俄语。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普丁讲英文。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就聊到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了。突然普丁天外飞来一笔说 Moscow next time。川普有点受宠若惊，招架不住啊，很开心啊，讲话竟然难得会有这个抖抖战战的这个音。联合开记者会，这样其实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任何的协议，所以我说结果很奇怪。那有些美媒说呢毫无进展，但也有认为说呢现在有进展。那当然现在随着消息陆续曝光，有几个点给大家补充一下。一个就是普丁明确的指出了他要的领土的方案，乌克兰撤出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但卢甘斯克几乎99%都已经是俄罗斯了，所以主要就是撤出顿涅斯克地区他就会停止在赫尔松跟扎波罗热这里的进攻。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乌克兰的这个地理形势俄乌交战的话呢，依据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4个州，再加一克里米亚呢，从东北边到西南边，依序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然后再来呢到了第聂伯河的东岸赫尔松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展开一场国际高层的会议没有前提准备的会议。照道理讲，两个元首要谈之前，双方都一定会有先私下的接触，划定呢双方要谈的范围，或者双方呢要公布的结论。元首的会谈大概就是一个秀，可是这一次完全没有前人的接触。那显然至少有一方很迫切，或者两方都很迫切。俄罗斯很迫切，似乎大家都看到，任何一个发动战争还没有结果的国家，当然想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赶快收成这个成果嘛。所以你说俄罗斯迫不迫切？当然迫切。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着打仗来发展经济，本来一个国家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虽然没有把他打死，但是最起码他是有压力的，而且他现在是既得利益的。那他为什么不赶快来停审呢？这是很重要。那就乌克兰讲起来呢是很悲惨的，在他的领土打仗，失掉的是他的领土。那为什么川普这么热衷的积极的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川普个人的形象他要追求的那一个希望他能解决。他本来认为关税棒打下来全世界会跟着跑，有没有？对，所以现在刚发现到现在为止，一个中国拉不下来，就好像这个故事结束不了一样。还有一个呢，是当时信誓旦旦讲要在24小时内结束的俄乌战争，到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他必须创造一个我在努力中，而且我可以有办法让它结束。可是这个结束需要谁来决定？需要俄罗斯的配合。没有俄罗斯的配合，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场双方都有需要，而且不好意思说搞不好美国的迫切性比俄罗斯更大，因为俄罗斯现在是有伤害，但是他有进展。川普展现了实质的诚意，铺了红地毯，亲自到机场迎接。有人说他飞起的这个飞机是向他示威，但是我们也从国际政治很多的场合看，飞起的军机是向你致敬，看你什么角度来看嘛。普丁上川普的车有没有？是事先讲好的，一个领袖上另外一个领袖的坐车，这是很少有。事
先有讲好这一幕，有没有？普丁也做足了面子给你川普，表示你老大。普丁要结束这场战争，他的国力可以撑，但是越来越辛苦。但是他的国力可以让你掰手腕，这个他一定要拿出来。俄罗斯的人民呢，当然期望这场战争能结束。筹码，欧洲还有多少筹码？那欧洲我这才能看呢，这是一群只会开会啊。当一个国家只能靠着开会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解决不了，这是联合国，什么事丢到联合国去开会有没有？就告诉你没了。我给大家做几个补充。第一个很明确的是，如果当俄罗斯的叙事被美国给接受的时候，那这场战争的源头跟犯源就会变成现在的乌克兰政府。因为俄罗斯的说法很明确的就是乌克兰法西斯政权逼着他必须特别军事行动。那很明显的是，川普不会再推进北约的东扩。这一场会谈里面，为什么川普会发文要求泽连斯基要对领土做出退让的一个部分？当认定造成俄乌冲突的元凶是乌克兰，那俄罗斯借由两方冲突当中去获取土地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有它的法理基础。因为大家知道，在联合国框架之下，任何的领土变更不能是来自于入侵。你如果是入侵的话，即便你占了，国际社会也可以基于联合国的规矩，他就不承认。俄罗斯虽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占领乌东四州加克里米亚，并且透过变更宪法的方式把这些全部变为自己的国土，但在国际社会里面要承认这些就有困难。现在的欧洲啊，那不就是进退维谷吗？又要依靠美国做安全事务，可是美国又自己跟俄罗斯媾和，然后呢又不承担俄罗斯来自东线的压力。这一场川普会谈完了之后，下一个是怎么谈的？下一个是川普把泽连斯基甚至要把欧洲叫来谈，这代表什么？代表我大哥告诉普丁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了。乌克兰，我把欧洲叫来，美国来谈，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给普丁一个交代。观察这一场会谈里面，如果说今天美国连俄罗斯都可以这样赤裸裸的这样子密谈，然后把乌克兰拿来待宰的羔羊的话，而且乌克兰背后还有刚刚老师讲的有欧洲的大量支持嘛，话锋一转，台湾摆上去啊，不就 GG 了吗？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所以这很恐怖其实这个才是这个会谈让人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所以我在谈这个事情，乌克兰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旁边看，因为对我们没有迫切。可是台湾的问题，我们既要关心又有迫切的危机啊！是我今天讲个坦白话啦，对很多人民讲起来，你讲起来，两岸增加交流，两岸增加往来，创造一个平和的环境，真的大家会恐惧明天就会被统一了吗？这个川普呢公开的宣称说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可以选择几乎是立刻结束俄乌战争啊，但是呢收复克里米亚半岛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不会是选项啊。那他就来跟这个泽连斯基会晤，两个人见面呢，这一次啊非常非常的平和啊。泽连斯基上次穿军装啊，让川普很不爽。更神奇的事情是，川普直接跑去打电话给普丁，问他说要不要大家就来见面啊，2个礼拜内呢来做这个见面。没有想到，普丁接受了啊。通常会有这种场景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今天公司董事长派一个贸易代表去跟人家谈生意，然后谈一谈，这个贸易代表是不是要打电话回去跟董事长解释一下，我现在谈的怎么样，你接受吗？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凌晨，这个世纪大会面，总共6个国家了，加上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总共7个人陪着泽连斯基去。那当然有很多解读，说这7个人去是不是帮泽连斯基撑腰去跟川普吵架的？对。那但是我的解读是，这7个人是去帮泽连斯基壮胆。也许我跟你讲，礼拜5川普就会带泽连斯基到莫斯科去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么快吗？对，礼拜5。第一个，我从几个细节来讲哈。昨天见面，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穿的衣服，那之前他都很雄壮威武，穿个战斗的 polo 衫，到哪里去都穿了一副准备这个誓死捍卫。他是以前讲过一句，好，如果说他没有获得胜仗，他这件战斗衫不脱下来，那昨天他脱下来没有？这代表什么？风向在转，他不再战斗了。川普讲你穿这样我喜欢，就说你不打，你接受和平协议。川普就讲说，再来就是3方会谈，所以那一句 Moscow next time。
对啦，那时候就已经讲了嘛，就是叫川普回去把他搞定以后，你把泽伦斯基带到莫斯科来，然后欧洲那些人都不要让他们过来。那我补充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大家也知道这个乌东地区是古地顿构造，从乌拉山脉再一路延伸过来的，对，所以有大量的矿产，在这个大平原里面打仗的时候，炮兵非常重要。那炮兵呢，只要高差200-300米那不得了了。还有无人机起飞也是不一样的，你开场就先高人家300米就往下轰，所以乌东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大聚落都在河谷里面，可是要塞给你盖在山上，整个乌东在打得很硬所以我自己观察就是为什么普丁要乌军滚出顿涅茨克地区，就是燕云16州的概念。因为古地顿构造，所以它的地质很硬它那个滑坡不好拆耶。你那个丢那个反砍那个地雷下去的话，理论上如果你只是一般的黑土带就炸，它通常是嘣，可是它的屋顶很少会掀开的，就在里面爆炸。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古之燕云16州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就是后晋石器堂送出去之前，因为燕云16州就是从河套阴山，然后山西高原越了太行山之后，一直到河北这一块的这个燕山，也就是今天的热河这个地方，各种的关口都在这边。过了这个之后，就是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所以契丹人要南侵很容易。这个就今天的乌东也是这样，过了乌东之后，再无险可守。如果他撤离的话，那就没救，因为他剩最后乌东山要塞嘛。对，如果说燕云16州都已经丢掉了，你说内北约有什么？没有办法，谁来驻军？你怎么守啊？对，你没有要塞，你怎么驻军所以现在如果叫他们丢，就是退出整个乌东，最后那乌东几个要塞，那相当于乌克兰无险可守对，这个战争为什么打起来？我特别要讲其实就是美国要裂解俄罗斯的一个阴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所谓的北约，都把苏联当作最大的威胁，他们当然要这个瓦解苏联。瓦解苏联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个就军事去打。那时候苏联在军武上面也是一个强国，他二次世界大战他是武强国家，他曾经打败过这个德国，他不是弱，军事上他不是弱国。那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这个瓦解苏联呢？用经济。从雷根开始他用的方式就是军备竞赛，然后让你不断的投入很多的钱。那现在来讲的话，第二个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整个这3年的过程中，刚开始这个俄罗斯打得很拉垮。一开始虽然说那天发动一场奇袭，甚至于打到基辅这边，乌克兰在北约国家的支援之下，很快展开反攻。2023年的时候，哈尔科夫大反攻，只讲啦，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休想拿到。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台湾要引以为戒如果说你将自己的国家安全没有任何极限的相信美国这种国家，只要我们讲这种话这个民进党就在那边，你们不能有依赖论，不能以美论。你这种话回过头我问你，你认为当初这个难道不要以美吗？对不对？不要以川吗？如果说当初有疑的话，你今天会走到这种下场吗？你看现在民进党不管是对陆配对外对大陆，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现在只会欺负自己人嘛？台湾真的是要引以为戒了。